Hello，宝宝们，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个是我人生中最喜欢的成分之一，也可能是我们人生中不光是我自己啊，可能是大家所有人人生中除了水 water 这个成分之外，使用的最多的成分就是甘油。我跟甘油结缘应该是从我出生都开始哈。那个时候年代没有什么身体护肤乳，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我最早以前就是擦那个开色露，就是偷那个地方的那个东西哈，那玩意儿呢，因为是就是比较便宜嘛。以前就我小的时候 baby 的时候我就在身上擦那个东西，不是我，是我妈就帮我擦那个玩意儿。因为它这个开色露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甘油，所以可以帮助保湿。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就给我妈建议，让我妈给我擦这玩意儿。我一下擦到我认知里面应该差不多上小学之前，我身体上都是擦这个和凡士林这两种东西。我印象中就是我小的时候洗完澡之后，擦完那个开色露之后，我都不想穿衣服。因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抓水力度特别强，它擦完之后就是感觉身上是那种湿的感觉。就我在北方还要穿秋衣秋裤，还要穿棉裤小的时候就特别的难受，感觉湿哒哒的就穿那个棉衣所以我最讨厌的就是过冬天，冬天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洗澡。说了这么多这个东西呢，跟我的缘分真的是从我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离开过，应该说一天都不曾离开过。之后呢，我上小学之后就开始用那种袋装的那种宝宝面霜去擦身上，那个时候香喷喷的嘛，然后也没有那么的就是湿哒哒泥，不好掌控嘛，因为那个开色露就跟那水一样那个状态嘛，所以不好掌控。那用那种霜之后呢，就更好了涂，之后就不再用那个开色露了。到现在我的印象里面都有那个东西擦在身上的感觉今天咱们就讲这个咱们可能每个人刚才说了，除了水分，应该用的最多的成分就是甘油。那甘油是怎么来的最简单的来讲的话，它就是从油脂里面给提炼出来的你不用讲它的过程有多复杂。那我们现在日常能接受到甘油，大部分是从这种在制造肥皂的过程中产生了这个副产物，这现在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甘油出产的一个制作方式。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还有这种石油里面，就像凡士林一样的，从石油里面提取出来这种油脂，这些东西合成甘油。现在这种科技比较发达，也可以在实验室里面这种发酵的形式去制造出来这种甘油。但是刚才说了，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用这么多全球用这么多肥皂的制造过程中的一个副产物。这样看来，其实甘油是一个非常环保的护肤成分。上期视频咱们聊了这个玻尿酸甘油和玻尿酸一样，它其实也是在我们人体中就含有的。刚才说了，它其实就是一个脂肪的一个代谢产物。那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吃进去的这种脂肪到身体里面分解产生的甘油，或者是我们身体里面储存的脂肪，在我们运动的时候释放能量的时候，它自己会分解产生甘油。所以说它是我们人体本身就具有的一个成分。那这样看来，它对我们应该是相对来讲是安全的，而且是非常容易获得的。也就是因为它比较容易获得，然后它就现在是广泛的运用在我们那种化妆品和我们的日化包括食品当中都含有。那也正是因为它容易获得，它的产量相对来讲比较大，它的价格就非常的低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价格太便宜了，我们就会忽视它的重要性。也就因为运用太广泛了，我们就觉得有没有它都无所谓了。其实并不是，其实我感觉如果要是护肤品里面把这个甘油的成分给拿出来，那很多的护肤品都会失去它很大的这样功效。跟玻尿酸一样，那甘油也是一个非常强效的一个保湿剂。那为什么我会比较 prefer 就是更喜欢甘油成分的？一个是刚才说甘油从小就结下了一个好的缘分从生下来开始我就使用它，所以我知道它的作用所在，我知道它的价值所在。甘油的保湿力度其实要比玻尿酸更强，就像玻尿酸是一个被高估的一个保湿成分一样，甘油正好跟它相反，它是一个严重被低
低估的。刚才说了哈，就因为它运用比较广泛，价格比较低廉，所有产品里面几乎都含有，那它就是一个非常的被低估的一个这么成分。它的保湿的能力和它整个在这个护肤品行业中所形成的能量型的这种价值哈，我觉得是远远要超过玻尿酸的价值。那说到这个哈，咱们上一期视频所讲了玻尿酸的，因为它的分子结构比较大，其实它只能附着在我们的皮肤表层，不管它是大分子的还是小分子形式的这种玻尿酸，它都完全无法进入到皮肤深层，它只能为我们皮肤营造一个温润的一个外界的环境。但是甘油就不同了，因为咱们知道哈，上期视频我们也讲了，我们的皮肤的穿透力是500道尔顿，那甘油呢，它只有92还是97，反正是不到100，只有90多，所以它是可以非常轻易的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的，因为它本身对我们的皮肤没有太大的这种损伤跟损害，而且它的分子结构非常的小，相比来讲的话，它会让我们的皮肤更透气，并且不会堵塞我们的毛孔。那说到这里哈，大家可能都已经按耐不住自己的这种心情了，想赶紧去下单去买一些这种甘油哈，别着急哈，刚才跟大家讲了，因为甘油制造方式不同哈，我建议大家去买这种通过植物油提取出来的这种甘油，然后有一个是叫 NOW， 应该 Now， 这是一个加拿大的品牌，它就有这个 vegetable glycerin， 就是这种植物甘油，这种甘油应该就是在这种精油植物的这种油脂做的这种香皂里面的副产物提取出来的。anyway， 这个现在也是比较普遍的，而且像我们现在口服的吃的这种食物里面添加的甘油也是大部分都是从这个里面提取出来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去买这种工业化的这种甘油。那说到甘油哈，它其实还有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起到非常微妙的作用，比如说它是可以杀菌的，因为它有一定的这种油脂的这种厚度哈，它有一个阻碍的能力，所以它是可以阻碍细菌进入我们的皮肤的，所以它是有这种抗菌和这种消炎的这种功效的。如果你的皮肤有这种破口哈，这种医疗当中它也被运用在这种烧伤烫伤的这种皮肤表层。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表皮其实怎么样，它是非常容易感染的。如果经常刷酸的姐妹们就知道，你但凡手下的稍微重一点，就非常容易去破坏掉我们这层皮脂膜。我们皮脂膜破坏之后，菌群呢就失去了这个平衡，那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细菌和这种外界的这种脏东西的这种感染。用一些甘油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起到杀菌消炎的同时呢，能让我们的皮肤更快的愈合和帮助我们更好的修护我们的皮肤屏障。所以在这里有个小 tips 跟大家讲，但凡你是用 A 酸 A 醇或者是用果酸水杨酸出现类似的过度去剥落角质的情况，脸上发现发红发痒这个时候最好的成分，大家说了，可能是神经酰或者是什么 B5 面霜没错，这些油脂成分也都是模拟我们的一个皮脂膜的一个状态但是除此之外，甘油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帮我们做到保湿的这样的功效的成分。那也就是说，在我的护肤流程中，如果我是用酸和激进的1周起到一个10天7天的这样子强效用酸去达到一个焕肤状态的时候呢，那我身边一定不会少了甘油，我会加大甘油的使用量，让我的皮肤尽量保持一个抗炎的一个环境，同时呢更好的保护我们这个皮肤的屏障。所以说甘油目前来讲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坏处的，也就是说当今的科学还没有发现它对人体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坏处。如果你是大量的去喝这个东西，大量的去食用，可能对身体是有一定的伤害。但是现在一些比如说健身饮料也会把甘油放到里面成为一个主要的成分，可以平衡我们的胰岛素，阻止我们的血糖快速的升高，它是能够起到增加身体能量，同时又不会给身体产生太多的热量。在市场里面可以发现像宝宝的这种用品里面，大部分的主要含量都是甘油。那不是说宝宝了，真的我们现在随便你找到一个产品，它的除了 water 第一，甘油不是排第2就是排第3。一个用处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比如说你喜欢用这种美容仪，有一些美容仪，比如说像一些加热型导入型的一些美容仪，自己会配套一些这种 gel 这种啫喱的打底的这种东西，它的主要的成分也是甘油。也就是说，当你这个一瓶
瓶配套这一瓶用完之后，其实你可以用甘油，也可以达到这种机器的效果。所以甘油是一个用途非常广阔的一个这样子的成分，它安全有效，保湿能力极强。刚才说了，它渗透力也非常的强，它是真正可以帮我们的皮肤底层吸收水分的这么样一个成分。比起玻尿酸来讲的话，它的运用的范围就会更广阔一些。这个东西啊，是真的是严重被低估了。我就建议，如果你有抗老想法的姐妹们哈，咱们可能过了30岁30加之后哈，都会有这种想法，就建议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个甘油。比如说你哪一个面霜你觉得突然之间不给力啦，不够保湿啦，秋冬季节换季啦，或者是皮肤刷酸过度了，这个时候你都可以在面霜里面加一点甘油。比如说你需要一些这种保湿喷雾哈，就像这个也是加拿大的品牌叫 Ruvance， 这个我也很喜欢，它是一个助阳保湿喷雾，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水和甘油，可能里面还会加一些其他的这种植物提取物这样的东西啊，反正主要成分就是甘油。如果自己不想去买类似的这种喷雾的话，就可以直接用纯净水加甘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湿喷雾。上期视频聊这个玻尿酸的时候，可能没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你玻尿酸这个东西啊，你拿个玻尿酸精华，你也可以自己做面膜，就你用玻尿酸打精华打个底，然后呢就用泡个水膜贴上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温润我们的角质的哈。那甘油也是一样的，它可以做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面膜，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你可以找一个化妆水啊，或者一个简单的就拿这种纯净水来稀释它之后，然后你把它贴敷在脸上，用完之后连洗都不需要洗，直接护肤去睡觉，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的含水力度超级的强。如果特别干燥的姐妹们，强烈建议大家去试一试。上期视频跟大家聊了玻尿酸啊，如果你在干燥环境中你没有办法去使用玻尿酸，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使用甘油。如果你觉得这个甘油浓度太高了，就比如这个它是100%的一个植物甘油，那你就可以用水或者化妆水啊，或者是你的纯净水去稀释它，或者是我一般使用它的方法就是一坨面霜，然后挤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它的质地啊，你看到了吧，它质地挤一点点甘油，然后我会再喷一点水，就确保它能抓到这个水分啊，然后呢，你再把它擦脸哈。干燥地区的姐妹们，长痘痘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这个甘油。另外啊，如果你是喜欢化妆的这种姐妹们，甘油呢，因为它的分子结构比较小，它是不会引起搓泥的。你如果前面不用太多的这种玻尿酸啊，或者是其他乱七八糟的成分，你用一个甘油打底，或者是甘油成分的面霜打底，可以帮你避免后续上粉底、干燥起皮的这样一个状况。这期视频我是非常激动的去跟大家分享这个成分，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常见哈。但是呢，在现在这种飞速发展，然后各个品牌更新迭代这样的一个市场中哈，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最根本的，在这个护肤品当中起到最大价值的、最简单、最安全、最便宜的成分，才是给我们整个这种抗老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产生最大价值的成分。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接下来的视频呢，我也打算继续去关注保湿，因为毕竟我认为保湿是在抗老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尤其是生活在干燥地区的姐妹们，保湿是一定要放成重中之重。那我会在接下来的视频中跟大家逐个的去分析这些保湿的成分。如果这些视频能帮到大家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哦。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